1960年庚子年出生的属鼠的朋友，请你回想一下，你是否常常感觉自己的人生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悄悄安排？年轻时吃过的苦，流过的泪，无论怎么挣扎，似乎总要经历一番磨砺。而很多关键的转折点，又好像冥冥中注定好了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触碰到了自己命运剧本的真相。大家好，我是厚朴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就将这份专属于你的后半生剧本彻底揭开。你会惊奇地发现，前半生的所有不如意，原来都是在为你后半生的财富、福气和安康铺设一条谁也夺不走的黄金大道。这个真相关乎你未来20年的财库与安宁，请务必用心听完。我们先来解开你命格里的第一个核心密码——梁上之鼠。很多人一听老鼠，就联想到田间地头辛苦觅食的形象，但错了。1960庚子鼠是梁上之鼠，这是一个天壤之别的概念。想象一下，田鼠需要风餐露宿，冒着生命危险才能找到一点食物。而梁上的老鼠呢？它身处富贵人家的屋梁之上，楼下就是粮仓米缸，它不需要经历外面的风雨，总能安稳地找到食物。虽然也要保持警惕，但它的生存环境天生就比田鼠优越太多。这就是上天赐予你的第一份厚礼，命中自带不绝之粮。无论你前半生经历过多大的困境，都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找到依靠和转机，绝不会真正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。你的福气根基深厚，只是需要时间来解锁。那么，为什么这份福气需要解锁呢？这就涉及到你命格的第二个，也是最重要的密码——地上土。1960年，天干为庚金，地支为子水，金生水，本是流畅之象。但这一年的内因五行却是壁上土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特殊的格局。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面正在修建的墙壁。壁上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墙上的泥土。这面墙注定是要为人遮风挡雨，成为家庭和事业的坚实依靠。但是任何一面墙在刚刚砌起来的时候都是湿的，根基是不稳的。一阵大风，一场暴雨就可能让它动摇。这就是你的前半生。你是不是觉得年轻时明明才华横溢，却总是怀才不遇？明明付出了120分的努力，回报却常常不到60分。财运上，钱就像流水，来了又走，怎么也存不住。感情上，你内心爱的深沉，嘴上却不善表达，造成了不少误会。这一切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行，也不是因为你运气不好，而是因为你这面墙在当时还是湿的，还没有彻底凝固。上天需要用岁月的风霜来吹干你，需要用人生的磨砺来夯实你。每一次挑战，每一次挫折，都不是在惩罚你，而是在帮助你这面墙变得越来越坚固，越来越厚重。我记得几年前有位姓李的先生，就是1960年生人。他来找我时正值50出头，一脸的疲惫和迷茫。生意做得很大，但资金链眼看就要断了，合作伙伴不信任他，连家人都埋怨他瞎折腾。他抓着我的手说：“老师，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个苦命了？忙到头一场空。”我看了他的命盘，
告诉他：李先生，别急，你不是苦命，你是墙上土的命。你现在不是在走下坡路，而是在为建成一座宏伟的城堡打下最后的地基。你稳住，把心收回来，不要再向外扩张，回头去巩固你最核心的团队，多陪陪你的家人，他们才是你这面墙的梁和柱。他将信将疑地照做了，结果不到2年，市场风向大变，许多盲目扩张的企业纷纷倒下，而他因为根基扎实，信誉良好，反而接住了几个大单，事业不仅起死回生，还迈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后来他感慨万千，说原来那些年的苦不是白吃的，都是福报的铺垫。没错，各位1960年的朋友，当你走过50岁，尤其是55岁之后，你的人生剧本就正式翻开了华丽的第2篇章。此时，你这面墙已经彻底风干，坚不可摧。年轻时的固执已经转化为了坚定的信念，过去的隐忍沉淀为如今的智慧和格局。你前半生积累的所有经验、人脉乃至教训，此刻都将集中兑现。在事业上，你不再是那个冲锋陷阵的小兵，而是运筹帷幄的将军。你的稳重和可靠会像磁铁一样吸引别人的信任，无论是在单位还是自己经商，你都会成为那个定海神针式的人物。难题到了你这里，总能迎刃而解。你的贵人运此时也真正开启，特别是生肖牛、龙、猴的朋友，他们是你命中的大贵人，能为你指点迷津，助你一臂之力。你的事业不会一夜暴富，但会像磐石一样稳步增长，给你带来无与伦比的踏实和安心。接下来，我们重点说你最关心的财运，这绝对是你后半生剧本中最精彩的部分。记住一个风水原则：土克水为财。你的命格是地上土，而年份地支子属为水，这水就是你的财。年轻时为什么存不住钱？因为墙是湿的，土是松的，水一冲过来，不仅留不住，反而会把墙冲垮。而到了后半生，你的墙坚固了，就等于你为自己的财富建起了一个巨大的、坚固的水库。这个财库一旦建成，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汇聚进来，而且只进不出。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，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。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，请订阅般若语，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你的财富主要来源于2个方面。第一，正财稳固。通过你勤恳的工作和积累，收入会水涨船高。特别是从事与土相关行业的，比如房地产、建筑、农业、矿产资源等，更是如鱼得水。第二，偏财有惊喜。这里的偏财不是让你去投机赌博，而是你福报的体现。比如年轻时无心插柳投资的一个小项目，到了晚年突然带来了惊人的回报，或者家里的老房子因为政策变动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补偿。这些看似意料之外的钱，其实都是你前半生辛苦付出的回报。这里要给你一个重要的提醒，你的财富是水库，需要慢慢蓄积，最忌讳的就是开闸泄洪。所以任何高风险的投资，任何别人画的大饼，都要谨慎，把财富稳妥地转化为固定资产，比如房产，这是最适合你的守财之道。在家庭方面，你的剧本是温馨和睦的。年轻时为了生活打拼，你可能像一头老黄牛，
默默付出，却忽略了与伴侣和子女的情感沟通。但到了晚年，风雨过后的彩虹格外美丽。你和老伴之间早已从激情转化为了血脉相连的亲情，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。这种相濡以沫的幸福千金不换。而你的子女，因为你的言传身教，大多都稳重有担当，事业有成。你年轻时为他们遮风挡雨，到了晚年，他们会反过来成为你最温暖的依靠。你会真正享受到儿孙绕膝、天伦之乐。唯一要做的就是学会放手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你只需要当好这个家的定盘星，而不是总指挥。最后，我们谈谈健康的剧本。身体是承载一切福气的根本。地上土对应人体的脾胃，你这一生都要特别关照自己的消化系统。年轻时饮食不规律落下的胃病，后半生要用心养。规律饮食，多吃小米粥、山药这类温和养胃的食物。同时，思虑过重也会伤脾胃，所以要放宽心。此外，庚子年金生水，也要注意肾脏和泌尿系统的保养。多喝水，但不要憋尿。散步、打坐这类舒缓的运动是你的最佳选择。只要用心调养，你的身体会非常硬朗，足以让你健康长寿，尽享晚年的清福。当然，剧本里有贵人，也难免会有小人。有些人会看重你的忠厚善良，用花言巧语来引诱你投资或借钱。请一定记住，你的善良要带点锋芒。任何需要动用大额积蓄的事情，务必和家人商量，多听子女的意见，守住自己的本心，不贪小便宜，就能避开这些麻烦。1960年庚子属的朋友们，你的人生是一部标准的先抑后扬、渐入佳境的精彩大戏。前半生的所有磨难，都是在为你后半生的福报进行加持。你的财富会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，你的家庭会像陈年的美酒一样越发香醇。上天为你写的这份剧本，结局是圆满的。你要做的就是顺应天时，继续发挥你稳重诚信的优势，同时学会变通，多听家人建议。下半场，你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未来的岁月，你会亲眼见证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。你的每一天都将充满阳光和喜悦。祝福你，未来的日子财源广进，家庭和睦，健康长寿，尽享天伦之乐。